Hello， 我是小金，今天要来看看为什么一艘艘的幽灵船要纷纷航向日本呢？时间来到2017年11月24号，日本秋田县的大贺市海面突然出现了一艘乍看有些破旧的木船，但是因为气候状况太差了，没有办法立刻去查看，一直等到2天之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才终于登上了这一艘木船。没想到一上了船，发现船板上竟然躺着8名男子的遗体，其中有的更已经变成了白骨。无独有偶的，同年的11月25号，就在日本的新泻县，有渔民一大早6点多，先是发现，怎么海面上出现了一片片的漂流木板呢？这个渔民赶紧先去做了通报，后来海上保安厅立即进行追查，才发现原来海面上有一艘十分破烂的木船。等到他们一登船，发现，哇！船里也有一具男性遗体，而且腐化到已经看到白骨的程度了，推测这名男子已经过世好几个月了。过了几天，到了12月13号，秋田市岸边也飘来了一艘木船，那时在船上发现了4具遗体。等到5天之后，把这一艘木船吊起来做拆解时，赫然发现船体的下方竟然还有另外2具遗骸，这让拆解人员当场都被吓到了。类似这样的恐怖诡异状况不断在日本沿海出现。2019年的12月，在日本新泻县的佐渡岛岸边飘来了已经断成2截的渔船，海巡人员在船上发现了7具人体的遗骸，其中有5人是男性，但另外2个人因为只剩下了头部毁损严重，当时难以判断性别，部分的遗骸也已经白骨化了。其实大概从2013年起，就一直陆续有破旧的木质渔船会飘到日本沿海，光是2017年就发现了104艘。虽然有时候船上有活着的人，但有时也会发现是一艘空船，再不然就是船内只剩下了白骨遗骸了。而这些破旧的木船也就被称为幽灵船了。后来根据了船身的文字，或者是船员遗留的纸钞、香烟以及遗骸衣物上面写着平壤的字来判断，再加上还有一些活着的船员本身也承认他们就是来自北韩。那为什么北韩的渔船一直往日本这边飘过来呢？推测的可能原因有3种。第一就是他们会不会是北韩特务呢？因为有的船只被冲到日本岸边时，船的状况并没有缺损，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船内却空无一人。如果当时船上的人还是活着的，那这些人会不会已经混入日本了呢？而这一点对日本人来说可能会感到非常敏感警戒，因为就在1977年起的6年间，日本境内与欧洲就传出了多起日本人民遭到北韩特务绑架的事件。当时这些受害者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还一度被外界怀疑这该不会跟外星人有关吧。好，一直到2002年，当时的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他就承认了确实是有绑架事件，北韩绑了13个人，金正日他道歉并且释放了其中的5名受害者。至于剩下的8个人，北韩的说法是已经过世了，但这个说辞日本家属很难接受，而且日本政府认定被绑的至少有17个人所以北韩幽灵船的出现的确会让日本人又联想到这个是特务间谍来日本寻找绑架对象吗？当然，外界也怀疑船上所搭载的该不会是从北韩逃出来的脱北者吧？毕竟要从北韩逃亡出来有几种走法，陆路就有3招。第一招是穿越鸭绿江进入中国，然后趁机冲入韩国领事馆。第二，或者到中国后再冒险穿越戈壁沙漠进到蒙古国。第3，再不然就是从中国南下想办法到达东南亚，然后向警方自首，以换取被遣送到南韩去。再不然就是第4招走水路了，也就是搭木船出海，或许中途会遇到外国籍的渔船，或者可以飘到日本去，只是他们通常都是搭乘很简陋的木船，能不能飘个1000公里撑过日本海到达岸边，这真的是很大的赌注啊。
出现幽灵船的第3种可能原因，就是北韩人民只是想要出海捕鱼呀。有人认为2014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他下令要创造渔业大丰收，希望借此增加人民的蛋白质来源。但是这道命令也给了渔民们很大压力，因为呢，北韩东岸已经因为过度捕捞或是非法捕捞，渔获量大幅下滑，渔民们只好冒险到远一点的海域去碰碰运气。可是呢，北韩的渔船设备简陋，可能在航行中遇到较危险的海象，船只也故障了，但是却没有办法及时向外联系求援。渔民们所带的粮食可能也不够撑下去，导致最后只能够在渔船上漂流，最后是在失温、脱水又饥饿的情况之下，等待生命的流逝了。许多的北韩人一出海之后就下落不明，北韩东部沿海的城镇，很多家里失去了重要的家庭成员，随之出现了所谓的寡妇村。这些在幽灵船上罹难的渔民被日本人发现后就进行火化，骨灰则被安放在日本的寺庙。今天说的故事表面看起来是恐怖诡异的白骨幽灵船，但真相其实是底层人民在生活中挣扎的无奈悲歌啊。今天就分享到这咯，记得按订阅、按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下次见了，拜拜。怎么海面上出现了一片片的漂流木板呢？被冲到日本岸边时，船的状况并没有损坏。